凯悦、喜来登在国内是5星酒店，到了美国就秒变快捷酒店。一听到这些响当当的名字，是不是立马联想到金碧辉煌的大堂、漂亮宽敞的房间？可明明他们都是美国的酒店品牌，明明在亚洲都是5星级的标准，可在美国本土却定位成大车店了，装修老土、公式化，关键是 CAT 级别和定价还贼高。但赴美旅游该住还是得住啊。美国的大车店虽然有很多槽点，也不乏一些优点。这篇视频就盘点北美酒店独有的优缺点，让你去旅游时有个思想准备，不至于心理落差太大。同样适用于欧洲大部分老牌发达国家。先说说大车店为数不多的优点吧。带娃人群或者有备餐习惯的人都知道，出门在外有个微波炉有多香。美国大车店虽然破，但99%都有公用微波炉给住客用，要么在大厅附近，要么在小超市里，甚至直接放在房间里。而亚洲不管多豪华的酒店都不会提供公用微波炉，同理还有制冰机。不管是什么档次的酒店，每一层都有一个专门的房间用来放制冰机，就是这种的。在国内住酒店，你想要冰块还得专门打电话要，而且他们给的不多，但在这里你真的可以无限量拿，泡个冰水浴都行。对了，酒店大堂一般可以随便拿一次性盘子、刀叉、纸杯，咖啡和水无限供应，所以有了以上的东西，在酒店自己做个简餐真的不成问题。在亚洲，只要不是10年内开业的酒店，房间插座数量往往不够用，位置也不合理，就连很多老牌5星也常常只有一边的床头柜能充电。但在美国，不管多村多车的店，不管多老旧，插座数量真的管够。我今天住的就是一个典型的车店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插座有多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就算墙上插座不够多，台灯上、音响上也会用插孔给你充，这一点真的没得黑。好啦，优点说完了，开喷。最不能忍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被子，不管是大车店还是这种商务酒店，他们的被子都是这种三明治包法，一层床单，一层很薄的被子，再一层床单。像那种睡相不是特别好的人，他睡一晚上会卷着这个床单在身上，你就感觉好像睡在一层薄薄的纸上面，很不舒服。有的人他睡的时候会把这一层拿掉，所以你就直接接触到了里面的被子，就相当于你睡觉的时候你和很多人亲密接触过，这个就非常不卫生。但是这种现状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，不是说你订一个更好的酒店就行了。美国大部分酒店他们都是这种包法。80%到90%大车店都没有淋浴间，站在浴缸淋浴总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，还容易滑倒。但美国同时拥有浴缸和淋浴的酒店，那基本就是丽思卡尔顿、瑞吉这个级别了。就为了在淋浴间洗个澡，得多花几百刀的钱，离谱吧？美国人基本不愿意干客房服务，进你屋子打扫的基本都是老莫，他们的素质就参差不齐了，所以美国客房盗窃案也时有发生。何况他们的监控和监管体系没我国那么严格，很多时候住客报警也只能自认倒霉，这个风险必须得考虑到。除了这些，美国酒店还有一些减分的点，比如餐饮，早餐就不说了，大部分酒店只能吃猪肉肠、无油炒蛋、华夫饼，经典3件套。单说酒廊国内的凯悦嘉宾轩能开得像小型自助，但在美国是不存在的。有酒廊就烧高香了，还没啥好吃的。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北美酒店优缺点。住惯了国内5星的朋友过去那边可得降低预期呀。大家还觉得美国酒店有什么优点和槽点呢？欢迎评论区分享哦。